大家好，我是 Oliver 叔，今天要和大家来谈一谈大武仑炮台，基隆地区五大炮台最后一座，也是最独特的一座炮台。因为以前所讲过的4座炮台，它们都是海岸炮台，它们设置的目的是对敌舰作战、敌舰航行监控、防止敌军登陆以及港口拥塞、水雷侧防辅助等等。最独特的大武仑炮台，大武仑炮台最特别的地方是它是一座陆防炮台，其设置的目的是防止敌军侧向攻击、临近炮站炮台掩护等等，是基隆五大炮台中唯一的一座陆防炮台。它的火炮配置就是以陆上防御为主，这一部分我会在介绍大武仑炮台火炮时详细说明。如果你不是居住在基隆或者台湾，当你第一次听到大武仑或者大武仑炮台时，你或许会觉得这个地名好奇特，为什么叫大武仑？其实这与基隆的发展息息相关。早期汉人、福建的漳州人、泉州人来到基隆地区之前，居住在此地的就是以原住民平埔族的马赛人为主，而居住在大武仑地区的平埔族人是属于大武仑社，平埔族语音译为汉文就是大武仑。我在之前所介绍的基隆五大炮台之一的杠子寮炮台，它的名字就是杠子寮，与平埔族也有关系，因为平埔族人会在杠子寮山区设陷阱捕野兽，而杠子寮就是平埔族语陷阱的意思，所以那一带称之为杠子寮。所以五大炮台中其中的名称大武仑、杠子寮都与平埔族有关，可见平埔族在基隆地区的活动非常早，对基隆地区的影响也很大哦。大武仑一带二手进出基隆与淡水间水陆及陆路交通孔道，早在中英鸦片战争时，姚颖及派兵镇守，称为马术训。中法战争时，清军亦在此设防，抵抗进犯的法军。炮台位于大武仑山顶，是淡水经金山进入基隆的陆路上的制高点，可以遥控下方马术溪及大武仑澳附近海面，兼具陆防、海防双重的优势。现今炮台的设施是以日本回应日俄战争的准备工事，主要炮台建筑及附属设施于1900年至1902年间完成，为日本时代基隆地区堡垒炮台保存最完整的炮台之一。日本时代初期，为了备战日俄战争，设置准备10座要塞堡垒炮台，其中木山炮台、社寮岛炮台、杠子寮炮台均为炮战炮台，其主要战斗任务是敌方舰艇的击沉与破坏。而百米用炮台、80门炮台属于要级炮台，一般设置于海峡、港湾口或者狭小水道旁，适用于射界较小、重要的水路较低地防御。至于牛抽岭、万轮头炮台，则属于上路防御及拥塞侧防炮台，用于掩护、弥补附近主力炮战炮台的射击死角。以上3类炮台均为海岸炮台，日军也规划设置了陆域防御炮台、大武仑炮台、深澳炮台、公山尾炮台。大武仑炮台是最重要的陆上防御炮台，负责防护从金山、万里方向进攻的敌军，更是基隆五大炮台中唯一的陆上防御炮台。皮皮问 Olive 可不可以为大家导览解说大武仑炮台？当然可以啊！现在让我来为大家导览解说最独特的大武仑炮台，它最特别的地方。
我们从入口进入时，在右手边可以看到一片空地，这就是坚守卫社遗址，就是负责整体炮台营区的警戒守卫的卫兵班驻守的地方。在入口通道是由小鹅卵石铺成，具有防虫、排水、警戒3大功能。刚才加菲问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说防虫排水的功能可以了解，但是为什么有警戒的功能呢？加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哦。答案是因为敌人走在小鹅卵石铺成的通道时，很容易发生声音，这就是警戒的功能。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掩蔽部，也称之为洞窟营舍，因为是最重要的陆防炮台，搭配2小队的步兵担任守兵，所以大五轮炮台掩蔽部空间可容纳堡垒全部守兵数量的1/3到2/3。大五轮炮台掩蔽部共有3间，内部深度各不相同。北侧间最深达13公尺，中间达9公尺，后端有拱门可以互通，而且有一个通风口，各有一通风口。2间地上各有排列整齐的混凝土素石基础，壁上也有固定铁件的痕迹。南侧间独立且深度最短约5.5公尺，并无素石出现。这些都是陆上防御炮台的特色。推测南侧间是指挥所，中间较大一间是军事官厅，北侧间是士兵通铺。掩蔽部的正对面是一座长方形的建筑物，所谓火攻作业区，包含弹场、装药调制所、炸药填实所。这座战争末期曾经作为兵舍的建物，全长25.4公尺，宽7.16公尺。原来因为炮弹调制、修正、装填火药以及收纳弹药的场所，主要的入口正对掩蔽部，室内地坪分布着排列整齐的尸橱，为木床板的防潮基角。正中方形的火坑，据说是后期兵舍使用时未来取暖驱蚊的重要设施。在这里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火攻作业区屋顶的沿行梁、行架以及来看，屋顶应该是铁行架，在基隆地区的炮台中是很普遍的建筑方式。但是日军在二战后期陷入苦战，其国内由于制造武器的物资极度缺乏，所以日本军方决定将台湾所有的炮台中铁行架等铁器全部拆下，收集到台南后壁放置，然后运回日本以制造武器。所以大家可以想象那时候日军的窘境。在火攻作业区的隔一个广场的对面就是炮具库的遗迹，目前仅于备墙较为完整。炮具库的火炮视为火炮器具、材料以及战时待机炮放存的地方。由于炮火掩护的需要，炮具库设置于炮台内适当隐秘的位置。再来跟大家介绍大五轮炮台的主体建筑炮座区。炮座区原来有4门大炮，以2门1组分成2区，安置在西北北炮座以及西南南炮座2个主要攻击方向。目前2个炮座区上的地面上仍可清晰看到方形的炮击凹槽及扇形的轮轨护座，每面指墙各有3个拱形的储弹孔，以备紧急之用。每个炮座具有2门9加9厘米加农炮，一共4门9加。其次，等不及的问，可不可以介绍这些火炮的细节部分？其次，不要急啦，详细的大五轮炮台火炮配置
待会会为大家介绍的。另外要特别介绍炮座区的子墙，或称为胸墙、女儿墙，保护炮本身与人员墙面各有几个方形小孔，是射击预习对准留下的记号，减少试射，增加炮台的隐蔽性。与炮座区关系最密切的就是炮侧库。大五轮炮台炮侧库共有3个，一座附属在南炮座区，另外2座位于2个炮座区中间的隔堆的下方，主要作为暂时储存、储放、准备发射的炮弹之用，其规模略小于火药之库。每座弹药库的入口内部都加建一道墙，预防炮弹碎片直接射入，拱顶则用混凝土整体灌制出来。炮台的耳目就是观测所，观测所位于北炮台区右侧的胸墙外侧，标高232.1公尺，圆形平面内径为1.5公尺，可容纳1到2人，为全区炮台射击指挥中心所在，负责观测敌军的动向以及炮击后弹着位置。而整个炮台最重要的消防引水的来源是储水所，而南林堡、沿壕2侧不远的外缘上各有一个储水所，较大的一个共有4个池子，将水收集到左边3口，经由沉淀过滤后，再流经右边有护栏的1口储存，供兵员饮用。小储水所仅有2口池子，因无护栏，水质可能较差，推测是供牲畜饮水之用。皮皮说，他最喜欢喝水了。水资源是炮台的命脉，对大五轮炮台而言，需要储存多少存量才安全呢？皮皮，这是个好问题哦。炮台一般储水量为守兵人数的30天分量使用为基准，每名守兵每天积水量最少为20公升，饮水量最少为3公升。假设大五轮炮台守兵人数为200人，储水所最少需要储水12万公升，才能够提供30天份的使用量，还真是惊人哦。最后要跟大家介绍大五轮炮台最特别的部分——突出部掩壕灵堡。因为大五轮炮台是陆上防御炮台，有2小队步兵驻守，掩壕灵堡突出于炮台东南北3方，借2两形成的炮交叉火网，以有效牵制进犯的敌军。堡面积比外缘宽敞，有利于兵员的集结，其中又以东灵堡的腹地最大，万一外援被敌方突破时，部署在各堡的预备队即能够发动反攻逆袭。日本时代的火炮概述。日本要塞海岸炮的发展，明治初期因为本土制炮的设施技术皆不成熟，因此大多采用外国制造的火炮，例如27厘米、24厘米、19厘米加农炮。之后有改于兵器独立制造的必要，除成立炮兵工厂、派遣人员出国学习制造兵器的技术外，并陆续招募外国技师协助制炮技术工作。诸多考量之后，最后决议以24厘米旧炮、28厘米榴弹炮、27厘米、24厘米和12厘米加农炮作为日军制式要塞炮。接下来让我来介绍日本时代3种最主要的火炮。加农炮，加农炮为平射型的炮类型，炮身口径通常至少30公分或更大尺寸，与同口径的榴弹炮相比，
加农炮炮身较长，因出速大、射程远，同时弹道呈低频曲线，命中率较高，适合用来对付移动中的目标或者点目标。加农炮因炮弹加速度较高，为了不损伤炮弹，炮盒通常较厚，这也使装填的炸药减少，影响了爆炸的破坏力。榴弹炮为曲射型曲射炮类，意指口径介于20到30公分的炮弹，为炮兵部队专用炮。相较于加农炮，榴弹炮炮身较短，出速低，射程短，其弹道为曲线弹道，命中率较低，通常目标受到建物、地形遮蔽的情形下才使用。榴弹炮由于出速低的关系，炮弹加速度小，因此炮壳较薄，可装填炸药较多，爆炸有效范围大。同样的，炮弹因为动能小，贯穿能力也相对的较低。旧炮是一般俗称的迫击炮，为曲射炮类型，炮身短且厚，而外形像旧而得名，属于明治前期旧式火炮类型。与加农炮、榴弹炮相较，旧炮口径较大，破坏力较强，射程短，但是命中率很低。由于炮弹射角落角大，以接近垂直的方式攻击目标，一般用来攻击正面敌军。一次大战时，用于重点战区及或壕沟的攻击。然而，由于机动性低，射角较榴弹炮更大，射程较短，后期多为榴弹炮所取代。这就是日本时代3种主要的火炮，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这3种火炮的特性以及优缺点，所以配置时可以相互的搭配，以发挥最大的功效。最后要跟大家介绍大五轮炮台的火炮。大五轮炮台的火炮配置有2座4门9厘米加农炮，简称9加，分属于北炮座及南炮座。自明治36年1903年2月开始备炮，到明治37年1904年2月竣工完成。此种9厘米加农炮属于平射炮类型，火炮炮身口径9厘米，最大射程可达7000公尺。9厘米加农炮4门，9厘米加农炮简称9加，一直是大五轮炮台配属主力火炮，与12厘米加农炮1883年制成。基隆要塞深澳炮台亦有配备同型，但形式较小，对于搬运利用比较方便。9加原由大阪炮兵工厂于1893年铸造完成。对于基隆要塞西侧陆域防御而言，射程可达金山东部3城一带，达到要塞侧防的目的。31是速射野炮，属于野战炮一种。日军于明治31年1898年开始制造，为日俄战争时日军的主力火炮之一，口径7.5公分，射程7.8公里。此炮的缺点为发射时反作用力会造成炮架后退，需以人力将炮架推回原处，再重新瞄准发射。虽然称为速射炮，但1分钟只能发射2至3发而已。其改良型是384速射野炮。384速射野炮为314速射野炮的改良型火炮。日俄战争以后开始使用，属于后座式速射炮，1分钟可发20发炮弹，比314速射野炮要快将近10倍，一般射程可达6150公尺。好了，这就是最独特的大五轮炮台，希望今天的分享你会喜欢。Oliver 叔邀请你的留言，写下你的想法，并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订阅。
期待下一支影片与你相遇哦。